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健身。今天是2025年9月29号星期一。这一台修理好以后，在加热的时候，这边都会有一个很难闻的味道会出现，好像是塑胶烧坏的味道。找了一下原因，发现是这个插座的电线以及插座烧掉了。回想了一下原因，应该是之前那一台大桶的电热水瓶，有一天我忘记加水了，所以它的水位低下，造成它不断的加热，所以那一台就烧掉了。所以这个算是我个人的疏忽，也提供给大家知道一下，电热水瓶要时常去检查你的瓶内的水位高低，避免它重复的加热。现在知道是插座坏掉了，所以我要去找一些零件来进行更换。那我们这边就准备一个延长线，一个插座，然后可能会钻孔，然后一些螺丝，大概就这样子。要更换插座之前，不懂电的最好先断电。还好它只有插座烧掉，它里面的电线没有烧，要不然要换这个电线就比较麻烦一点。这种老房子它就是 1.6 的而已，所以如果有要买房子的，你还是要换成 2.0 以上的线，我会比较好一点。这是用 AI 查出来的电线规格表，这边就是烧掉的，接着我们就进行更换。通常这一种线它里面就只有红线跟白线，红线通常都是火线，白色就是中性线。一样可以用 AI 进行查询。火线通常分为红色或黑色，中性线通常分为白色或浅蓝色，地线就分为绿色或黄绿双色。以我们家的例子，目前就是红色跟白色。那有一些注意事项要稍微注意一下，尤其是比较旧的房子，它的布线就不一定符合现在的规范。这种老房子它是没有接地的，那我们这个就是 W 就是接中心线，有一个长条的接火线，那这边有一个地线的符号，那我们就是接地线，直接把它换过去就可以了。也可以直接将你的插座分享给 AI， 它就会帮你进行分析。虽然有 AI 进行分析，但毕竟换电线或者是插座都具有一定的危险性。如果你对于用电这方面的资讯不是很了解的，还是要请专业的维修师傅来进行维修。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把它换过去就可以了。这边的插座已经更换完成了，那我这边多做了一个延长线，这边可以增加一些插座的使用量。这种有保险丝的延长线15安培的，它可以耐到1650瓦左右。做这样子的用意最主要是，如果线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这样子维修会比较方便。因为这边的空间有一点小，我这边都会放一些要维修的东西，所以我才会把延长线做上来。更换下来的东西在这边闻了一下，味道就是从这边来的，没有错。这个味道实在很臭，跟那个轮胎烧掉的那一种味道差不多。那我以前有去买这一种，它是叫暗盒固定器，它是铁的，非常耐用的。如果暗盒坏掉的话，我们就是直接装上去，然后直接锁上去，放到暗盒里面，然后锁紧，它就会撑开。这一个还蛮好用的啦。它有一个缺点，螺丝的头太小了，你如果稍微锁紧一点，塑胶壳就会坏掉，所以你前面要加一个铁柄。但是大部分的铁柄都会比这个还要稍微大一点，所以我们都是会把铁柄剪掉2个角，然后直接装上去，这样子就可以解决了。这个还蛮好用的啦。你撑开以后要把放松以后，你要用锤子直接敲，因为它这个是铁的，你如果撑开以后，它这边是固定的，所以你要把它长度变小的话，你要用敲的，这个是比较不方便的一点。任何东西的设计都会有好处跟坏处啦，这个我认为它的优点大于缺点，所以这个我还蛮推荐大家去买的。那我这一篇插座更换分享影片就分享到这边为止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敬请订阅和分享，谢谢。